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这个葡萄牙的数字游民签证。首先呢，我现在打开的网站呢是一个2023年的1月26号的一个新闻啊。那么这个新闻的话，它是讲的葡萄牙的这个数字游民签证。其实这个数字游民签证呢，也是在这个疫情的大流行期间推出的。首先来说的话，从我自己对葡萄牙这个国家来了解的话，其实葡萄牙的话，因为在欧洲的话，其实它是相当于非常容易移民的一个国家，在整个申根区欧盟里面的话是最容易的，而且也适合居住啊。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嘛，他们是英国的人啊，这是本身就是英国人，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的他们的父母啊朋友啊，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移居到葡萄牙。那葡萄牙的话，生活水平也，相对来说物价比较便宜一些啊。那么经济发展的话，也不像德国、法国那么物价高、工资高。那么所以说呢，它的要求门槛的话，对于这种远程工作者或者说其他的话，要求会低很多。首先的话，这个新闻也说了啊，远程工作者可以在该国生活和工作长达12个月。那么说明这张签证呢是一张长期签证啊，说明是一张居留签证。而且它这张签证的话，本身类别的话，它是被归类在工作签证这个类别里面的。那么所以说这个签证呢，相当于说实话啊，你通过这个签证，其实未来你是可以拿到葡萄牙的永久居民卡啊，然后呢，在适当期间的话，你也可以转换成葡萄牙公民身份。当然的话，这个是需要有语言要求啊，大概是在葡萄牙语言的 A2级别啊。那这个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啊。但是的话，这张签证的话，确确实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跳板，拿到这个永久居民身份的。那么首先来说的话啊，这个自2022年10月以来啊，这个葡萄牙批准了200个数字游牧民签证啊。那说实话啊，这个数字游牧民签证嘛，现在的话，整个世界啊都是在流行走这种远程工作啊，因为这个疫情啊改变了大家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啊。那么所以说很多国家都在推出啊，申请者必须每月收入至少2800欧元啊，2800欧元的话，你按照乘以7来算啊。那么大概是2万人民币不到啊，那么其实的话也不算很高，而且在葡萄牙生活成本也不算很高啊，应该来说的话跟中国这种一线城差不多吧。但是啊，这里他也说了一个低期签证啊，之前的话很流行这个低期签证，我也听说过很多人申请这个低期签证啊，是属于被动收入签证。这个签证的话，说实话也是可以在葡萄牙的话，你可以在5年之后转换成一个永久居民的啊。那么这个的话属于被动签证啊，那么数字游牧签证的话，估计现在申请人少啊，但是低期的话，可能这个要求的话它是比较复杂一些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啊，好，我们看这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的话是葡萄牙的官方网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网址啊，这个是 gov.pt 的结尾的网址啊，是葡萄牙官方的一个网站啊，外交部的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网页给翻译一下吧。好了，我现在翻译成功了啊。临时居留签证就是允许进入葡萄牙，并在该国停留不超过1年啊。临时逗留签证并允许入境。居留签证是允许2次入境，有效期为4个月啊。这说实话，这保持期的话，说实话是一个获得者的意思啊，就持有者的意思啊。那么居留签证，我们就是要找这个居留签证啊，是属于工作签证啊，就是这个啊。那么远程工作啊，数字游牧民啊，那么远程完成专业活动的临时居留签证数字游牧民。那么我又切回来这个原文的啊，原文的话，它这个属于工作类别啊。那这个临时居留签证啊，临时居留签证它是属于工作类别。但是呢，当我点击这个居留签证这边啊，它这边又有这个工作类别下面又有这个远程工作和数字游牧民是吧？它这边也是有这个数字游牧民的。说实话，它把这个分类的话，就是这个小于1年的话，你就走这个临时居留啊；如果说大于1年的话，你就走这个居留签证啊。那么说实话，你只要进入这个葡萄牙国家，然后呢，你在那边提交申请的话，你就都可以转换成个居留签证，然后从而再往慢慢转换成这个永久居留身份啊。甚至我们在这个网页上，我们还发现了彩蛋啊，这边有个叫群求职工作签证嘛啊，求职啊，就 job seeker 啊 visa， 那么就是一个求职签证。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。那说明这个国家的话啊，非常的开放啊。那么工作啊，你还给你发放一个求职签证，等于说你可以到葡萄牙来找工作，找到工作之后，你还再转换成个居留签证。那么如果说你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得这个也行啊。那么我现在打开这个网页呢，是一个关于临时居留签证啊的
的要求，然后呢，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。因为呢，数字游牧民签证的话，它既可以申请这个临时居留签证呢，也可以申请这个居留签证啊，它是两个不一样的，一个临时，一个长期的。那么这个是要求啊，其实要求不是很高啊，差不多。那么如果说你下级工作应提交以下列文件啊，这个意思是一个附属工作的意思。那么工作合同，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数字营销人员啊，那么你这工作合同啊，允许你远程工作，确认这个劳工联系的声明，等于说你这个确认你有这个工作啊。那么如果是独立的专业活动啊，如果说你是个体户或者说你自己开公司的，那么提供这些文件啊，比如说社会契约这种，估计是营业执照吧啊，服务合同啊，那么最好是关于公司的一些说明嘛。然后呢，证明向一个或多个实体提供服务的文件啊，如果说你有这种类似于像你做网络公关的啊，那么你有各种合同的话，那非常好。你这种有哪些公司跟你产生这些服务合同的？那么还有最近3个月的平均月收入证明啊，最低价值。那么月收入的话，大概就在2800欧元左右嘛。好，我们再看那个居留啊。那么首先的话啊，它这边一般文件的话啊，这个都要的话。这边是都是要的啊，只是说特定文件的话是针对不同的目的啊，具体文件你看啊，首先的话上面这些文件你也是需要的，无论你申请下面某一种签证都是需要，哪怕宗教啊退休目的的也是需要这些文件的啊，比如说无犯罪证明这个是需要的啊，财务证明啊，财务证明的话说实话这个就是向银行啊申请存款啊。关于这个要求的话，它这个居留跟临时居留的话差不多啊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主要的话，还是就是这些区别啊，一般文件区别。那么我们怎么去办呢？首先的话，我们就要先去这个网站去预约啊。这个网站是一个也是葡萄牙的官方网站 sef.pt 的啊，网址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网站呢，你这边需要预约，预约之后要产生一个账号啊，账号之后呢提交所有的文件然后呢你这边它是有说明的啊，这个怎么去注册啊，注册相关说明。那么当你注册好啊，在这个 SEF 这网站上注册好之后呢，然后提交相关证明啊，提交一些相关的文件，那么就 OK 了之后，那么你还得获得一个葡萄牙的 NIF 的编号，这个号呢也是个税号啊，因为我这个税号呢，你才有资格去做一些动作啊，比如说开设银行账户啊。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税号之后呢，哪怕你人在国外，人在中国啊，你也可以开设银行账户。那么首先的话，单个申请人，比如说你自己作为一个主申请人的话，你在银行账户里面至少要有7000欧元，因为你这个必须要有资金来符合你的生活条件嘛。那么夫妇的话，比如说一对夫妻的话，2个人的话啊，带一个人的话，这个怎么计算呢？就是7000加上50%的7000，那么等于说7000加3500，那么总共是10500。那么还有一个要求的话，就是大家要准备好，比如说住宿证明啊，这个地址证明。那么首先的话，这个呢，一般来说的话，你必须在进入葡萄牙之前就要找好这个住宿地点啊。虽然说你不一定需要购买这种房产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至少12个月的长期租约啊。其他的话就是无犯罪记录这个简单。还有健康保险啊。那么关于健康保险的话，我之前视频说明下方讲过一个关于数字游牧民的健康保险，那个健康保险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，那个特别适合于这种数字游牧民签证的申请。那么其他的话，你要写一封信啊，这封信的包括所有的相关细节，如何你在计划在葡萄牙哪个地方生活，以及将居住的住宿类型，以及打算如何谋生啊。其他的话，大概的整个流程的话都是这样子的啊，没有其他的说明了。